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做不到这一点，你怎么养生都没用。我有一位朋友在医院从事心理咨询工作，他认为世上所有的病都是免疫系统打了败仗。对此，朋友这样解释道：上周有一位癌症的患者找到我，希望我能对他进行心理疏导。听完他的讲述，对于他生病，我没有感到意外，因为他的家庭关系一直很糟。一个人如果长时间的在家里承受着煎熬、抑郁、伤痛，都会沉淀在身体里。你的大脑暂时忘记了，可是你的身体会一直记得。情绪是健康杀手。当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最先攻击到的是身体的免疫系统。70%以上的人会以攻击自己的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这是导致出现病症的最大原因之一。不同的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我国中医的古老智慧就曾提出，肾主恐惧，肝处愤怒，肺藏哀伤。有人做过一个实验，把猴子吊起来，并不时地给予电刺激，使猴子一直处于焦虑不安的情绪中。不久，猴子便得了胃溃疡。科学家进行研究后发现，猴子胃病的发生与大脑皮层的过度兴奋或抑制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密切相关。研究结果还显示，导致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情绪主要是生气、悲伤、恐惧、忧郁、敌意、猜疑以及季节性的失控，如夏季频发的争执与摩擦，冬季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很多时候，经常性的负面情绪才是幕后黑手。别让情绪主宰你。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人越来越容易患各种各样的病，是因为不注重养生吗？我看不完全是。我见过太多的人不惜重金把精力都花在了养生上，但这种想法是单纯的，把身体看作是一个机器，忘记了身心一体，甚至是身心灵一体。知名的心理咨询专家约翰森德勒曾碰到过一个病人，当时他所有的病症和胆囊炎一模一样，所以约翰为他注射了3针的止痛药，在他病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还为他进行了胆囊摘除手术，但是始终没有治愈他的病痛。最后他才发现，他的病痛是儿子前往部队情绪紧张所引发的腹部疼痛。等到他儿子回到家里，他的病痛就不药而愈了。这听上去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不可思议。但不为人所知的并不代表着不存在。情绪正以一种悄然的方式来主宰你的健康。比如你生气的时候，胃部的肌肉就会被挤压，引起消化道痉挛，严重一点甚至会引发致命的冠状动脉痉挛。情绪像水，稳定的情绪是涓涓细流，滋养着万物。不稳定的情绪就是咆哮波涛。人们只喜欢好的情绪，比如快乐，而把负面的情绪，比如悲伤、恐惧压抑下来。我们不知道，所有负面的情绪，比如委屈、憋屈、压力，全都积累在身体里。总有一天，一场免疫风暴就能够带走人的性命。别等到来不及时才想起，我们本该好好的珍爱自己的内心。心病还需心药医。身体的不适合病症是内心呼喊和求救的信号，千万不要忽略那些隐藏在情绪底层最大的窗口。我们常说，气死我了，压力好大，心有不甘，这正是情绪在作祟。生气让人感觉到失控，身体自动释放出大量有害呼吸系统的因子。焦虑让人的身体进入到空铁干烧的状态，一点一点地消灭掉人的心灵。压力让人沮丧，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捂住了人的鼻子，
看得见五指透过灰色的天空，又摸不到。身体是不会说谎的，它忠实地帮我们储存了所有的情绪。而生病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要去真实地面对自己真正的需求，妥善地去处理，并相信身体的能力。几年前，位于新奥尔良的奥克斯纳医疗机构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每500名持续进行肠道治疗的病人中，有 74% 的患者被发现患有情绪性的疾病。耶鲁大学的医疗诊疗也曾于1951年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表示，有 76% 的病人被诊断曾得过情绪性的疾病。换句简单的话说，很多病人其实不是真正的生病了，而是情绪生病。当我们的肠胃不适，只是大把的吞下胃药，却逃避压力和紧张的根源。当我们皮肤上的各种红疹犹如一座座的小火山爆发，但是没有发出我很生气，请看看我愤怒的心声。很多疾病都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引起的。其实好一点，我们的情绪在上来的时候，健康又没了。古人云，心病还需心药医，现在看来不无道理。4. 养生远远不如养心。畅销书作家何纯峰曾在书中讲过一个故事，一位知名大学心脏学系的主任心脏病发作，病情十分的严重。在经历濒死的绝境后，他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的人生。住院的3个月，他整理了自己的生活心得，然后总结出2条生活守则。这2条生活法则不是什么保健养生、医学良方，而是特别简单的2条为人处事的方法。守则1，别为芝麻小事耗力气。守则2，所有的事情都是芝麻小事。人生在世，很多身体的问题都是情绪上的问题，而情绪上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4个字：庸人自扰。很多烦恼都是因为执念于眼前的小事，在潜意识里把不如意的事放大了。如果为了一件小事而大发雷霆，为了一次误解而深陷悲痛，为了一个批评而自我怀疑，对己无益，于事无补。如果你终日的被情绪所扰，幸福的生活也会从此不在。5. 乐观才是最好的养生方式。一个中年女性患者，她的身体受伤，流血就会很难的止住。她住院后，尽管各种指标都显示她的病情不乐观，但是她仍然始终保持着乐观和勇气，始终告诉自己，我感觉很好，我很快就能好起来。后来她真的病愈了。为什么良好的情绪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良好的情绪可以缓解因坏情绪而产生的压力，以恰到好处的方式来刺激脑下垂体，从而使内分泌功能达到了最佳的平衡状态。一旦内分泌处于平衡状态，那么我们就会感觉到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因此，懂得爱自己不仅仅是住最好的房子，吃最精致的佳肴，忠于内心，超越自我，而是你比谁都能够更关心自己的情绪，比谁都更敏锐地察觉到身体发出的信号。什么时候疲劳到了一个临界点，你需要休息；什么时候将病未病迟，你需要管理自己的免疫系统；什么时候需要大哭嘶吼，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宽恕，什么时候值得大胆自信。你要比谁都更清楚知道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正在哪个点上，然后去消化它。痛苦的时候哭出来，发泄情绪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愉快的时候笑出来，你会发现活着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从今天起，不要盲目的去追求形式上的养生，不要人云亦云的去焦虑的寻找养生的良方，用实质的行动养好你的情绪。
比任何养生都有用。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